兰国仁义之师，于千里之外，来解朕燃眉之急。想那久辽溃不成军，10年之内，不敢再兴风作浪。这一切都是黎兰两国共抗久辽的圣果。今夜，就让咱们一醉方休。此酒名唤李全春，乃我大理渑池所酿，此乃酒中佳品。为了感谢兰王驰援之意，朕先干为敬。马上！三哥，小心酒中有毒。战火无情，在此次战役当中，我大兰有多少英勇的将士葬身于此？今日离国设宴，离王赐酒，焉能少了他们一份？故朕决定，今夜大兰上下军士均不喝酒，而这一杯，就敬一下我军泉下所有将士的英魂。朕今夜以茶代酒，敬过黎王。此等盛宴，怎可缺少女色助兴？歌舞升平起来！散了吧！看来兰王对朕的安排不太满意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助兴呢？啊，不如安排一场武斗如何？那黎王有何高见？朕听闻妙将军于沙场上以寡敌众，奋勇杀敌，想必剑术定相当了得。正好朕身边有一位能文能武的顾相国，他二位比试，定相当精彩。妙将军此次杀敌已是疲惫，不如朕就指派丁克勇来比武迎战吧。皇上，臣愿带大兰和顾相国比武。在下愿与妙将军切磋切磋。好，此次比武点到为止。刺他顾相国！两位都别打了，这2把剑均沾有剧毒。
这怎么图的？这看上谁都不去。是谁？竟敢在两国的庆功宴上做如此卑鄙下作之事！顾相国的宝剑，应是国君所赐的吧？在下的宝剑，是击退九辽之后，吾皇赐予在下的。蓝军远离被困，顾相国逆旨救蓝，谁曾想竟恩赐给你一把占了剧毒的宝剑？妙将军叛国投蓝，哪能如此轻易地物归原主呢？这清风剑先染毒后饮血，这不听己命、不为己用之人，都应诛之，对吧？瑞王，是说朕卑鄙无耻地给两位下了互相残杀的套吗？朕身为一国之君，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吗？能以假人冒充本王，以五马分尸来打击我皇兄，对待盟友尚如此之人，对待叛逆者又何事不可为呢？武帝，瑞王，你总是误解朕。看来今日也是一场误会，是吧，厉王？顾惊鸿，你听好了，我今日本就没打算杀你。你与我妙家的血海深仇，我妙某定会光明磊落地跟你算，绝不会用这种卑鄙无耻的下作手段，更不会祸及两国邦交。为了百姓、大局，你好好的留着你这条命，总有一日，我会光明正大的砍下你的头颅，报我妙家的满门血恨。妙明湖，你好大的胆！妙将军，此剑已非我剑，既然离王业已拿去，就莫要再还。武艺高强，充其量也不过做员猛将，而有勇有谋，才堪称将帅之才。妙明湖，他不愧于此。我大兰能得此良将，实乃我大兰之福。你说是吗，李王？娘，孩儿不孝，未能让你们入土为安。皇上来了。感谢皇上为我妙家安排一处葬身之所，这份大恩大德，末将没齿难忘。妙将军，请起。今日这一切，并非是朕给的。你看，这些大兰的将士们，他们对你的爱戴与信任，都是你自己赢回来的。待返回兰国，你便是我大兰的大将军。来人，帮我们大兰的大将军安放他的家人。
是人是妖？本国师早就说过，瑞王是什么，本国师就是什么。瑞王的能量被天雷神石激活了。瑞王懂的，本国师亦懂。如若你要执意打下去，那方圆几十里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都会毁于一旦。为何会这样？这就是我们母星球上王者的力量，我们就是以这种力量淘弱留强。但是每次战争，都将我们的大自然摧毁得体无完肤，日月无光，生态凋零。我们生存的母星球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怕战争会毁了一切，就将星球上的一切美好带到了另外一个可以生长的子星球上。你可知，这天地间的鸟语花香、四季景色、河川山脉，都是由我们祖先带来的，这原本就属于我们，唯有我们的天雷神师才能找得到这里。在一次战争中，圣女带走了天雷神师，逃离了凤凰木星球。圣女，圣女是指我娘吗？在这里见到了母星球的一切美好之后，她没有回去，她爱上了一个男人，躲了起来，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将源于母星球的智慧交给了这里的子民，他令蓝国强盛起来，也令各邻国惶惶不安，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与战争。那就是说，我娘是以假死来隐藏天雷神师和我了。你真的是非常聪明，我实在是不舍得伤害你。我和教童寻找了那么多年，未曾想他竟一直在蓝国的皇宫里。你是想要以我来威胁我娘？对，未料到你的力量提升得如此之快。圣女逃走之时，神鸟保护着她，神鸟受了重伤，留下一堆石弹，一直未孵化，那就是要等我们的重新相聚。世人为寻找至尊的藏宝地，也将我们牵扯其中。这世间的人，就是喜爱金银珠宝、名利和财富，那你就用这些将我们的母星球的一切换回来。我会叫奥森格放弃至尊宝藏的。那是成者为王的美梦，萧凤鸣怎可能轻易会放弃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察觉他的身体里有着圣女的血液，这令他变得比一般人更为强大。他若得知你身体里的血液比他强大100倍以上，他会接受得了吗？你休想离间我与三哥。王，母星球在等我们回去呢。当这里的人们明白你是来掠夺这里的一切之时，他们会遗弃你的。你就等着瞧吧。公主，
该吃午饭了。我不饿。大军出发园离后，公主就来这东林寺为皇上等祈福，都好一段日子了，吃这寺中的东西自然不习惯。看公主近日都瘦了。秋子，你说妙大哥会不会在战场上出了什么事，回不来了？公主，你看，聂昭仪送给公主这将军纸鸢，就是让她守护着公主，多威武啊！云乐公主，云乐公主，你快去后山看啊！咱们大兰远离抗九辽，已全上而归，正路过东林寺呢。真的吗？他们全都安全的回来了？全都威武的骑在马上，有皇上、瑞王，还有薛统领。还有呢？还有妙明湖将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秋子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我们要跟着大军回宫去。诺。谢谢佛祖，谢谢佛祖。奏报传来，皇上明早班师回朝，皇后他们都知晓了吗？回太后，六宫都已知晓了。皇上有传口谕，此次园离已耗大量军费，故一切庆祝从简，百姓们都争着想去迎接呢。真是万民爱戴的好皇上啊！还有，大军经过东林寺之时，将云乐公主也接了回来。哀家这个女儿，为了给新君祈福，竟然远赴东林寺。妙明湖有本事。禀太后，薛明义在殿外求见。新君大捷，薛明义的忧心事不亚于哀家。让他在殿外等着吧。诺。臣叩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薛将军一大早到上元宫见哀家，所谓何事？皇上园离大捷，即将回朝。老臣见太后娘娘近日参经念佛，忧心忡忡，便和朝中的几位同僚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献给太后娘娘，以表臣等一片心意。薛将军，你太客气了。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并非是哀家，你收回去吧。太后娘娘，这份礼物并非老臣一个人孝敬太后的，太后据之，那又让老臣如何向那般为我大兰打定天下的同僚们交代呢？你拿来这些金银珠宝，是想告诉朝中上下，哀家的老臣有多贪婪，皇上的新君有多简朴吗？老臣愚蠢，还请太后见谅。那你就说明这些珠宝的来意。军中传言，出师园离前，太后娘娘曾答应皇上，让妙明湖挂帅领兵，若能大胜回朝，便会封其为骠骑大将军。这对我薛家军来讲，可是又一重创啊！薛将军，你是哀家的左膀，你们薛家是哀家的右臂。哀家不会蠢到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吧？老臣知晓太后娘娘是最重情义之人，只是底下这帮臣子心怀忐忑，所以还得想法子让他们安心才是。薛将军，你有何主意，就直说。老臣倒是有一个主意。如今这云乐公主正值适婚之龄，小儿薛弼……好了，自高阳以离国公主和亲后，你一想东施效颦，想以联亲之计钳制哀家吗？老臣不敢，还请太后息怒。枉你追随哀家多年，九辽一役虽已定胜负，但哀家和皇上的仗才刚开始。
哀家日后要面对的战局不止这一个，不需你来告诉哀家如何做。你等要明白，只要哀家一日不倒，你等就可享受一日的荣华富贵。至于云乐公主，那是哀家的女儿，她的终身大事，哀家自有安排。此次出征，顺应天意，击溃久辽，大胜而归。所有有军功之人，均有奖赏。瑞王，出列听封。顺应天时，受之天命，皇帝诏曰：瑞王萧凤卿勇猛无比，救驾于敌阵之中，功劳卓著，特封为大将军王，统领3军，再赏银10000两，良田1000顷，钦此。臣弟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次大败久辽，还有一位有功之臣，廖明虎，出列听封。顺应天时，受之天命，皇帝诏曰：妙明湖攻打久辽之时，尽心尽力，出奇计，兵分久辽主力，功不可没。特封为骠骑大将军，统领新军，钦此。臣妙明湖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母后，你以为如何？不错，妙明湖是将帅之才，此次随皇上御驾亲征，一心一意为我大兰效力，封骠骑大将军，也算实至名归。有功将领依次领军功，重重有赏。在朝文官兢兢业业，均有奖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梓潼啊，朕不在宫中的日子里，后宫的事情让你操劳，实在是辛苦了。臣妾不辛苦，皇上在外领兵作战才是真的辛苦。皇上，这些菜都是臣妾特地吩咐御膳房为皇上特意准备的，皇上多吃一点儿。对了，朕不在宫中之时，宫中有何事发生吗？皇上不在宫中时，宫中一切皆好。只不过，德妃和聂昭仪之间有些误会，玉嫔和杜若也牵连其中。幸好瑞王及时赶回来了。瑞王？瑞王回来过吗10日之前，当时太后想借查保洁于王死为由，欲将瑞王母亲的宝石从聂昭仪身上拿走。这石头果然有灵气。幸好瑞王及时赶回，在太后面前救了聂昭仪。10日之前，10日前，武帝还同朕在前线并肩对战苏克武，他的马再快也不可能赶得及。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德妃娘娘、玉嫔娘娘，还有太医署的杜若太医求见。就说皇上正在用膳呢，有何事等皇上用完膳再说吧。哎，让他们进来吧，他们找朕应是有重要之事。诺。臣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玉嫔，你的声音真是久违了。都是杜太医的功劳。德妃找朕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求皇上答应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回离国。
好端端的，怎能想回离国？臣妾来到兰国之后，觉得水土不服，常觉身体不适，是以想回离国。此事事关兰离，朕会考虑。起来再说。玉嫔，你有何事要找朕呢？回皇上，臣妾自请出宫，带发修行，为大兰和皇上祈福。杜太医，你呢？启禀皇上，杜若自认学识疏浅，不能担当太医一职，还恳请皇上免去我在太医署的职位。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聂昭仪求见。准。诺。无双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聂昭仪，你来找朕所谓何事啊？无双听闻，杜太医要辞去太医署职位，是以特来劝说杜太医留下。前些日子，无双身中蛇毒，多亏了杜太医的悉心照顾，才可复原得如此快。因而，恳请杜太医能够留下，继续为无双调养。朕现在明白了，你们是担心朕会追究，你们污蔑无双，谋害保洁瑜之事。聂昭仪，你如何看？无双以为，这其中必是有些误会。保洁瑜与后宫各位一直情同姐妹，死于非命，确实不甘。德妃仗义，翻查追究，也属平常。无双不会放在心上，也请皇上不要再怪罪他们。皇上大捷归来，满朝喜庆，何必因后宫这点小事，弄得人心惶惶呢？聂无双，本宫不需要你替我求情，你……杜太医，德妃如何？娘娘，恭喜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德妃娘娘有喜了。太好了，宫中又要添丁了。皇上得胜回朝，后宫德妃有喜，真是双喜临门呐！皇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怎能同这件喜事相比？德妃的事，就算了吧。好，一切就听皇后的，不再追究。臣妾多谢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臣妾感到身体不适，想先回宫去了。朕今日尤其高兴，想随德妃一起回关雎宫。皇上，请喝茶。请皇上饶了臣妾吧。若是朕未猜错，这孩子应该是顾青红的吧？是。朕击退久辽，终得以稳定兰离两国之关系，实属不易。是以朕不会轻易处罚你。可朕早知你来大兰目的并不单纯，一是联盟抗久辽，二是来找我萧家的藏宝图。你一心为离，可你是否知晓，朕在对抗久辽之时，你哥高阳
设计陷阱出卖大兰。当他如此行事之时，他心中可曾想过你将来的处境啊？你若自尽了，让我大兰颜面何在？皇上，你连死都不让臣妾死吗？不错，你是以离国公主之身入兰，若你一死了之，兰离两国的邦交会因此断绝，那朕的努力便会白费。朕断不容许此事发生。你先将孩子养着，在安胎期间，若顾青红有任何举动，就休怪朕，到时候翻脸无情。高妍，你确实很美，可是与朕始终差了这么一点点缘分。安心养胎，朕是不会为难你们母子的。姐姐，这是御膳房做的补品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先放着吧，我实在没有胃口。姐姐，奴婢晓得你心情不好。你说这德妃怎么说怀就怀上了，真是老天不长眼。我并非为了德妃之事心烦。你去歇着吧，补品我一会儿吃。嗯。平身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朕就不能来了？你以为朕应该在德妃那边是吧？德妃刚怀有身孕，皇上去多陪陪她也是应该的呀。今晚就别再提她了，朕是来看你的。朕在离国攻打久辽时，一直放心不下。不知你在宫中过得好不好？不过，如今看来，无双识大体，明事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实在令朕刮目相看。皇上过奖了，其实都是小事。德妃是因妒心，玉嫔她品性善良，拼死将罪名一力承担，已是对无双有益。至于杜若，我相信她也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在这宫里，若斤斤计较，是不会好过的。朕今夜前来，还有一件事想问你。凤卿10日之前，可在宫中？是的，10日前，瑞王使
说起来，若非瑞王，太后恐就不会放过无双了。可10日前，凤卿还与朕在离国，从离国到兰国，1日之内绝不可能赶到啊。你觉得凤卿是不是有一些你我都不知晓的秘密？不会的，皇上。无论怎样，瑞王都是一心效忠皇上的。他了解皇上你在意无双，便不想无双出事，令皇上难过。武帝的心意，朕比谁都更明白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朕都会相信他，包容他。瑞王也这么说过。出发前他说，宁愿他死，也不会让皇上有事。凤卿是朕最爱的武帝，而你，是朕最在乎的女人。只要有你们在，朕就不会感到孤独。无双谢皇上圣恩，让我妙家100多条冤魂入土为安，让我和大哥对妙家的先祖有了一个交代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心结。前些时候，季美人的遗体失踪，让你在宫中背负污蔑之名。是时候，朕也还你一个清白，给凤卿一个交代了。终于诞生了。儿臣参见太后娘娘。李公公，赐座。诺。这一次皇上攻打久辽，劳苦功高，瑞王也出了份力，哀家很高兴。 封瑞王为大将军王。朝中臣子虽多有异议，但哀家是赞同的。就是希望瑞王能在今后辅佐皇上，痛改前非，也好成为我们大兰的中流砥柱。谢太后娘娘了，真是意外，除了我娘的遗物外，太后娘娘还多给了我一个封号。今日。 传瑞王过来，是因哀家答应了皇上一件事。李公公，诺。传杜太医。臣拜见太后娘娘。皇上，瑞王。平身吧。 杜太医，你与皇上和瑞王讲一下季美人的事，切勿有半点隐瞒。诺。